川普嘅大移美法案通過咗之後咧，最大嘅得益者咧就係邊境安全嘅執法機構，咁咧就包括移民同埋海關執法局 ICE 嘅，因為咧佢哋嘅總經費咧上升咗超過1000億，並且咧就獲得咗繼續整邊境牆嘅資金嘅。但係我哋都知道咧，ICE 咧就阻力咧就越嚟越大，而且咧各種嘅民調咧亦都表示咧，好多民眾咧對於川普以及 ICE 咧喺移民上面嘅表現係不滿嘅。歡迎嚟到不左不右，我哋而家睇到咧喺驅逐非法移民嘅問題上面咧，一方面咧係政府咧就繼續加碼咧，一方面咧就係民間嘅阻力咧就越嚟越大嘅。咁係咪意味住呢個問題咧已經係冇解放咧？今日咧，我哋就嚟探討一下。自從川普上任以嚟咧，好多 ICE 探員嘅身份咧，俾人肉搜索嘅。咁咧，亦都有佢哋嘅屋企人啦，受到咗威脅。就例如就講咧，邊境沙皇咧，Tom Homan 咧，佢而家咧就冇辦法咧同屋企人一齊住嘅。而且咧，根據官方嘅報導，對 ICE 人員嘅襲擊咧，就上升咗超過830%嘅。而且 ICE 嘅探員咧，每一次出任務咧，基本上咧都係會俾口頭嘅謾罵，甚至咧有暴力嘅阻攔嘅。咁咧更加可怕嘅就係咧，ICE 嘅探員咧已經喺多次事件咧就係俾直接攻擊嘅。7月19日，紐約一名探員咧喺佢休假嘅時候咧，就俾兩個非法移民咧就係搶劫同埋伏擊嘅。咁咧好在咧佢就冇生命危險。咁咧此前咧喺德州咧有幾個人咧夾埋咧。包括一名亞裔嘅前軍人咧，就想對 ICE 咧就係探員係開槍嘅，最後咧呢啲人咧亦都係俾捉咗嘅，所以咧為咗保證自己嘅安全咧，咁大量嘅 ICE 嘅探員咧，佢哋喺執行任務嘅時候咧就會戴口罩嘅，結果咧呢樣嘢咧又俾反對者咧就口誅筆伐，認為咧佢哋唔去表明自己嘅身份咧，唔單止咧有違職業道德，甚至咧係違反咗法律嘅。咁咧有好多個民主黨嘅眾議員咧表示咧要提出法案咧，就要求咧 ICE 探員咧就係禁止戴口罩嘅。結果呢件事咧就又俾共和黨人咧就係大肆批評，佢哋就話咧從黑人嘅命都係命嘅活動，到校園反以色列嘅抗議，再到最近嘅洛杉磯騷亂咧，都有大量嘅事件參與者咧係戴住口罩嘅，但係咧就唔見民主黨咧去話呢啲人嘅。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咧，雙方而家喺移民問題上面咧，真係劍拔弩張嘅，基本咧係冇任何調和嘅可能啦。咁點算咧？如果我係川普嘅國家安全顧問嘅話咧，我就會俾佢一啲建議啦。咁咧，第一咧就係唔需要對現行嘅邊境政策咧係進行修改咧，並且可以繼續推進咧邊境牆嘅修建嘅。我哋首先要搞明白嘅就係咧。邊境嘅政策咧，同埋驅逐嘅政策咧，而家喺大眾入邊咧係兩回事嘅。大部分美國民眾咧，對於未進入美國嘅非法移民咧，態度係一樣嘅，係乜咧？就係唔俾佢哋入嚟。從呢個角度嚟講咧，川普政府做嘅咧已經係歷史最好噶啦。最近呢幾個月咧，喺留喺墨西哥 Remain in Mexico 嘅政策咧重新激活之後咧，喺邊境嘅攔截 encounter 以及潛入者嘅數量 Getaways 咧都係大幅下降嘅，而且咧川普政府咧就唔會再將已經拘留咗嘅非法移民咧就直接喺美國境內釋放嘅，所以咧呢幾個月咧人數都係為零嘅。但係咧喺拜登政府任下咧，政府咧都會喺美國境內咧係直接釋放移民嘅。可能大家咧仲記得2023、2024年嘅時候咧，有好多大巴車咧就直接將呢啲非法移民咧就送到好似紐約啊、費城啊、洛杉磯、三藩市呢啲庇護城市嘅。咁咧當時咧佢哋釋放嘅人數咧每個月都係幾萬計嘅，最高峰嘅時候咧係超過6萬嘅。但而家咧由於需求量嘅下降咧，已經咧有幾個邊境嘅拘留中心以及相關嘅 NGO 咧就已經係關閉咗啦。而從政治上嚟講咧，因為呢啲人咧仲未進入美國嘅，所以咧民主黨咧最多可以講咧就係話咧對呢啲臨時監禁嘅人咧，佢哋嘅條件係點樣嘅？譬如就係講咧而家炒得好熱嘅鱷魚惡魔島 Alligator Alcatraz，以及咧就係講一講咧就話邊境牆咧肯定係一啲作用都冇嘅。
咁咧講真嗰句咧，呢啲攻擊咧對而家嘅川普政府嚟講咧，簡直就係小兒科啦。而且咧，大部分人都同意啦，美國咧就唔可以大開門戶嘅。所以咧，既然呢個政策有效，而且政治上咧亦都冇大問題嘅話咧，咁就繼續咁樣，再加上邊境牆咧，就可以加強邊境嘅安全啦。但係咧，呢個政策咧，對於已經進入美國嘅人嚟講咧，係無效嘅。咁我哋之前非法移民嗰一集咧，就已經講過啦。美國境內嘅非法移民總數咧，至少有1100萬，甚至咧已經達到咗2000萬人以上嘅。咁當時咧，我做過一次計算，就係話，就算每日咧要驅逐1000人咧，都要至少30年都係驅逐得完嘅。咁 Stephen Miller 咧就顯然就係睇到咗呢一點啦。咁咧佢就有報道顯示咧，佢要求咧 ICE 咧每日至少要驅逐3000人先係達到目標嘅。所以咧喺呢個 KPI 嘅壓力之下咧，ICE 咧三頭兩日咧就喺庇護城市咧就各種突襲，但係就算係咁咧，每日最多咧都係驅逐可能千幾2000人啊，而且咧就已經出現咗咁多問題。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咧就係、已經驅逐嘅呢啲人入邊咧，有相當一部分咧已經係安分守己嘅移民噶啦。咁啊，確實民主黨咧好多次咧喺呢啲人嘅問題上面係借題發揮啦。例如講咧，Stephen Miller 之前咧就係大炒特炒嘅所謂 Maryland Dad 嘅假故事啦。但係不可否認嘅就係咧，大部分嘅美國民眾咧，佢哋只係想驅逐有嚴重犯罪嘅非法移民嘅，而唔係話嗰啲喺農場、餐館、服務業同埋工廠咧喺度辛辛苦苦做嘢嘅人。咁而呢啲人咧，佔咗全部人嘅數量咧，至少有70%。如果你驅逐佢哋咧，唔單止佢哋會反抗啦，而且對於好多人嘅切身利益咧係會有影響嘅。咁亦都係話點解反彈力度會咁大嘅原因嘅。咁川普你可以隨便怪拜登、怪奧巴馬、怪民主黨佢點樣開放邊境，等呢啲人咧就搶咗美國本地人嘅嘢，但係已經係木已成舟，所以你必須要諗辦法。所以咧，我認為咧，既然頂硬上係冇辦法嘅話咧，川普就應該行第二條路。咁有啲人咧就係話最好咧就係大赦天下，一次性咧就將呢啲冇犯罪記錄嘅非法移民咧就俾佢哋合法新聞嘅，咁就一了百了啦。不過咧，里根總統咧就曾經喺1986年咧就已經係大赦過天下嘅一次啦。咁嗰陣時咧，好多人都唔知咧，加州其實咧嗰陣時係一個偏紅嘅州嚟嘅，而里根本人咧就係加州嘅前州長。但係喺呢次大赦之後咧，大量獲得身份嘅非法移民咧就立即去投民主黨嘅票，咁咧加州咧就迅速咧就從一個偏紅州咧就變成咗深藍州啦。咁共和黨啊蝕咗咁大隻死貓之後咧，就肯定冇可能係接受呢種大赦嘅，所以咧，川普只能行第三條路。最近咧就有一啲溫和派民主黨同埋共和黨嘅議員咧，就共同提出咗一個議案，叫所謂嘅尊嚴法案 （Dignity Act）。核心措施咧就係話，如果你喺2021年前咧就已經到達美國咧，你可以獲得合法嘅身份，但係咧你要俾國土安全部咧要交每年1000蚊，最多會達到7000蚊嘅罰款。而且咧，你冇辦法獲得公民嘅身份，亦都唔會攞到聯邦嘅福利㗎。咁咧，其他國家嘅做法咧，亦都係可以借鑑嘅。咁我哋知道咧，中東有幾個土豪國家咧，係非常之依賴於外勞嘅。佢哋都係使用所謂嘅卡法拉 （Kafala） 制度。咁基本上咧就係話，將低技能外籍勞工嘅簽證咧，就係同僱主綁定嘅。咁咧，僱主咧就負責申請工作簽證啦、居留嘅許可啦。並且咧承擔勞工嘅法律同埋經濟責任嘅。咁呢啲簽證咧要求係好低嘅，通常咧只係需要僱主個贊助咧，同埋有啲基本嘅健康檢查，就冇乜其他嘅限制啦。咁睇完呢啲例子咧，我認為咧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吸取呢兩個例子入邊咧好嘅方面。咁我嘅計劃入邊咧最關鍵嘅部分咧就係專門要創造一個俾呢啲低技能勞工嘅簽證類別嘅。咁你如果2021年咧就已經進入美國，冇犯罪記錄，而且咧已經喺做嘢嘅話咧，你可以通過僱主咧嚟申請呢個簽證。咁咧申請簽證咧本身咧就只需要交200蚊嘅一次性費用咧，就係冇其他嘅罰款嘅。而且咧僱主咧亦都唔需要另外再付出咩成本。但係如果你唔申請呢個簽證嘅話咧，你就會繼續成為 ICE 嘅驅逐目標嘅。然後咧，如果你申請咗呢個簽證之後咧，一次嘅有效期咧
會係3年，期間咧你唔可以去轉換僱主，但係咧3年過後咧，你就可以自由去揾其他僱主，只要呢啲僱主咧願意同你申請簽證就可以啦。如果你可以連續獲得12年嘅簽證，並且冇其他犯罪記錄嘅話咧，咁你咧就可以去申請綠卡啦。咁咧申請綠卡當然仲需要一定嘅時間。咁呢個計劃咧一開始咧就係開放俾而家喺美國嘅非法移民，但係等5年之後咧就會正常開放咧俾其他人，同埋而家有嘅 H1B 簽證係一樣嘅。咁咧基本上嚟講咧，佢哋就會每年咧都會有一定嘅限額嘅。咁咧呢個就係大概嘅諗法啦。咁啊好明顯啦，需要大量嘅細節嚟完善嘅，但我哋時間有限咧，就冇辦法一一講到明。但總而言之咧，呢個簽證嘅目標咧，就係俾非法移民咧係有動力去申請嘅，因為咧如果佢哋唔申請咧，就會成為 ICE 嘅目標，而且咧你只要係勤勤懇懇做嘢嘅話咧，你就係有一個獲得綠卡嘅機會嘅。並且咧佢哋申請咧係唔會有太大嘅財政負擔，因為佢哋只需要俾200蚊啫。同時咧，佢哋依然冇辦法享受正常移民會落得嘅社會福利，就唔會再有浪費政府公帑嘅機會嘅。同時咧，簽證嘅持有者係有自由選擇僱主嘅權利，但係咧係需要一定嘅時間之後咧先會做到嘅。咁咧呢個咧亦都係完善咗而家中東呢個 Kafala 制度咧低人權嘅疑慮嘅。咁而由於咧美國對低技術勞工嘅需求咧係非常之巨大嘅，咁喺5年嘅時間內，如果呢啲非法移民嘅人數咧就基本上係俾消化完之後咧，就應該開放俾其他國家，咁咧其他想嚟美國做嘢嘅人咧就可以嚟到美國咧去做呢啲低技能嘅工作嘅。呢個咧係保證勞工市場人員充足嘅重要方法嘅。咁你覺得我呢個提議係點樣呢？就歡迎大家留言嚟評論啦。如果你想聽多啲呢啲深入嘅分析嘅話咧，就記得鎖定不左不右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下次再會。